朋友们，我是黄俊伟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让人不安的话题，台湾房市泡沫的征兆，尤其是第一个关于成交量的迹象，已明确符合危险信号。投资家约翰·坦伯顿爵士有句警示箴言，这次不一样。这句话恰恰映照出台湾房地产市场的真实处境。你想过吗？为什么薪水停滞多年，房价却一路飙涨？为什么身边所有人都说台湾的房子不会跌？答案就在种种扭曲的现象里。也许你正背负沉重房贷。2024年第三季，台湾居民平均房贷已突破1042万元新台币，利率达15年新高的 2.23%， 这对普通家庭是巨大压力。也许你辛苦存钱，却追不上房价涨幅，月薪增长缓慢，房价却可能1-2年跳涨1-2成，购房梦越来越远。或许你已有房产，却对市场感到不安。国际关税摩擦、地缘政治风险等，都让持有者心神不宁。我们的焦虑源于共同面对的残酷现实：薪水冻涨近20年，房价却早已飞天。年轻人不靠父母几乎买不起房，整个社会都在强化房价绝不会跌的信念。在健康之道频道，我将毫无保留地分享房市泡沫已显现的6大征兆。这些是中介不会说，银行避而不谈，政府也可能不愿百姓过早看清的真相。希望通过分析，帮助你更清醒地看待市场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第一个征兆，那就是被严重扭曲的成交量。在判断房市健康与否时，成交量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。而其中一种危险信号叫做价量背离，特别是在政策干预下形成的扭曲成交量，更是泡沫的典型特征。在一个真正健康、处于理性上涨趋势的市场里，我们通常看到的是价量齐扬，也就是房价涨，买房子的人也跟着变多。这就像经济好的时候，大家收入增加，想安家立业的人也多，房价自然上升，同时成交量也活跃。这代表市场需求是扎实的，大家是真心认同这个价值，愿意用真金白银去支持。但是到了泡沫快要撑不住的末期，最常出现的反而是价涨量缩。台湾房市在过去1-2年其实就出现了这种苗头，房价还在历史高点徘徊，甚至创新高，可是成交的件数却已经开始往下走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因很简单，价格已经高到把大多数真正的刚需族，也就是那些为了自住、为了成家而需要房子的人，彻底挤出了市场，他们买不起了。而那些早先进场的投资客，手上的房子也涨到了一定高度，他们自己心里也发毛，不敢再轻易追高。这个时候，还在市场里买卖的，可能就剩下最后一批比较后知后觉的参与者。当连这批人都开始犹豫，变少的时候，成交量自然就萎缩了。整个市场就只剩下一个漂亮却空洞的挂牌价在那里，真正愿意接手的人寥寥无几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价无市。你可能会反驳说，不对啊，我最近看新闻，明明还有很多排队买房的画面，建案秒杀的报道也不少，这不就是量很大吗？这里就要看透本质了。这种热度其实是一种被政策吹出来的虚火，它的主要燃料就是新青安贷款这个政策。新青安贷款提供了几个非常诱人的条件：40年超长的还款期，5年只还利息不还本金的宽限期，再加上政府补贴利息，最高可以贷到1000万。40年还款期是什么概念？可能意味着你要还房贷还到70岁。5年宽限期则制造了前5年每月还款压力很小的假象，让人产生房贷比付租金还划算的错觉。而利息补贴本质上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去补贴特定一群人进入房市。这个政策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它并不是创造了新的需求，而是把未来的需求透支了。它把那些本来可能分散在未来5到10年慢慢产生的购房需求，用力挤压到这1-2年内集中爆发。举个例子，一个25岁的年轻人，月薪4万，原本他计划踏实工作，存钱，可能到35岁才能转购首付。但现在银行跟他说，别等了，现在签个名，就能贷给你1000万，前5年每月只要付很少的利息。面对这种诱惑，很少有人能不动心。他签下贷款合同，成交量数字就增加了一笔，房仲就会拿着这个数字宣传市场回暖了，再不买更贵。但他们不会告诉你的是，这个年轻人用1000万的贷款买下的房子可能只值800万，因为新青安政策一出台，所有卖家都趁机涨价，那多出来的200万就是他为了这个政策提前付出的代价。
更关键的是，当5年宽限期一过，他要开始本息一起还的时候，每个月的还款金额可能会突然暴增1倍，到时候他是否还能负担得起，是个巨大的问号。所以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成交量热度，是靠无数个这样高杠杆、抗风险能力脆弱的未来房奴堆叠起来的。这不是真正的市场繁荣，而是在堆积危险的炸药。这是一种被政策强行刺激出来的虚量，它已经脱离了真实的经济情况和民众的负担能力。等到政策药效消退，5年宽限期陆续到期，可能出现的断供潮，画面让人不敢想象。接着我们看第二个征兆，那就是离谱到让人绝望的房价收入比。房价收入比是衡量一个地方房价合不合理的最重要尺子之一。它的算法很简单，就是房屋总价除以家庭年平均可支配收入，意思是一个人要不吃不喝多少年才买得起一间房子。根据官方最新的数据，全台湾的平均房价收入比已经逼近10倍，来到 9.97 倍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收入在平均值的台湾人，得整整10年不吃不喝，才能买得起一间均价房子。如果只看6大都市的数据，那更是惊人。台北市高达 15.6 倍，新北市也要 12.9 倍。台北市 15.6 倍这个数字背后，是无数年轻人的辛酸故事。我身边就有这样的真实例子。我一位朋友在内湖科学园区当工程师，收入已经算很不错，年薪超过100万。他从30岁起就立志要在台北买房，非常拼命工作，生活节俭，不追求名牌，也很少出国旅游。他以为自己努力存钱的速度能追上房价。30岁时，他看中一间总价1500万的老公寓，当时首付差200万。他心想再拼2年，2年后他存够了，回去一看，同类型的公寓已经涨到1800万。他只好把目光转向新庄、三重这些地方。又过了2年，他35岁了，却发现连新庄的房子他都快够不着了。前阵子一起吃饭，他喝了2杯后跟我说，他放弃了。他感觉自己越努力，离买房的目标反而越远，因为这个游戏的规则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他这样的人设计的。这就是房价收入比15倍的现实世界。它不只是一个冰冷的统计数字，它代表着一种深刻的剥夺感和绝望感，是整整一个世代面临的相对贫困。当一个地方的房价高到需要一个人耗费15年、20年所有收入才能换取时，这个价格就已经完全背离了居住这个本质。它不再是一个温暖的家，而变质成了一个纯粹的金融商品，一个只有资金雄厚的人才能参与的资本游戏。所有泡沫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价格严重脱离基本面，而当房价收入比扭曲到这个程度，它就已经彻底脱离了居民收入这个最根本的基本面。第三个征兆是低得可怜的租金回报率。租金回报率是评估房产作为一项投资是否划算的核心指标。它和另一个概念房价租金比息息相关，直接反映了持有房产所能产生的现金流价值。一个理性的投资者买房子图的不外乎2样东西，一是期待未来房价上涨赚价差，二是当下能收到稳定的租金。在一个健康平衡的市场里，租金回报率会是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依据。但在一个充斥泡沫的市场里，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只盯着房价会不会涨，完全忽略了租金所带来的最踏实的内涵价值。我们以台北市为例，现在一间总价1500万的中古小套房，面积可能不到30平米，能租到每月25000元新台币，就算行情很好了。这样一年租金收入是30万，用30万除以1500万的总价，得到的年租金回报率只有 2%。 这 2% 意味着什么？你把这1500万拿去做其他投资，收益很可能都比这高。比如长期投资美国标普500指数，历史平均年化回报率接近 10%， 就算只是单纯做美元定存，现在利率也有 4% 到 5%。 买跟踪台湾大盘的 ETF 像是0050，长期平均的股息收益率也有 3% 到 4%， 而且股价本身还有增长空间。相比之下，买这样一套房，不仅要操心房屋维修、处理租客问题，耗费心力，现金流回报却连无风险的银行定存都比不上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。从金融学的角度看，这属于严重的资产错配，说明现在支撑房价的根本不是它实际的使用价值，也就是居住能产生的租金，而是大家觉得房价未来还会涨的虚幻预期。当租金回报率低到 1%、2% 的时候，那些真正理性、
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的大型机构投资者，比如退休基金、保险公司，是根本不会进场接盘的。那么现在市场上买房的是谁呢？主要是两类人，一类是刚需族，也就是被新青安政策吸引上车的年轻人，他们不是投资，更像是被迫在高点接盘。另一类就是投机客，他们根本不在乎租金多少，只想赌新青安政策会继续推高房价，打算在5年宽限期内找到下一个愿意出更高价的接手者。一个由接盘侠和投机客主导的市场，其风险可想而知。当一个资产的现金流回报低到这种可笑的程度，就证明它的价格里已经包含了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群体疯狂。第4个征兆是触目惊心的高空屋率。空屋率是观察房地产市场供给和需求是否平衡的关键指标。在台湾，空屋率一直是个引人议论的话题，甚至像个都市传说。官方公布的数据，所谓低度使用住宅，大概在 9% 到 10%， 全台湾约有80多万户。但这个数字，很多人心里都打问号。官方是用台湾电力公司的用电数据来推算，标准是每月平均用电低于60度，就算低度使用。但你想看看，现在一个家庭，就算没人住，只要冰箱插着电，再加上偶尔开灯、路由器待机，一个月用电很容易就超过60度了。很多投资客买了房子根本不住，但为了不被列为空屋，会特意让冰箱运转，偶尔去开灯、冲马桶。所以，官方公布的80多万户，很可能严重低估了真实情况。从另一个更宏观的数据，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问题。台湾的总家户数大约是900多万户，但已经盖好的住宅存量却超过1000万宅，中间足足有100万户的差额。如果你晚上开车去一些新兴重划区，比如林口、青埔、竹北这些地方，10点过后看看那些新盖好的大楼，很多楼层都是一片漆黑。鬼城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空房子？因为在过去10多年，台湾真实的居住需求，看人口和薪资增长就知道并没有大幅增加，但市场上流通的钱货币供给却增加非常多，这些热钱大量流进了房地产市场。这些房子从一开始就不是盖给人住的，它们变成了金融产品，是有钱人用来存放资金、保值增值的水泥储蓄罐。那些手上握着3间、5间甚至10间房子的人，他们根本看不上那区区 2% 的租金回报，他们赌的是明年房价能不能再涨个 10%。 一个市场如果存在大量空屋，就等于供给远远超过了真实的需求。这就像一个巨大的堰塞湖，表面平静，但上游堆积了大量土石空屋。目前靠着新青安政策这剂强心针，大家还在赌房价会涨，所以这个堤坝暂时还撑得住。可万一哪天市场预期突然转向，比如发生某个重大事件，让这些囤房者觉得房价涨不动了，甚至要跌了，他们就会争相抛售。如果80万、100万间的空屋，只要有 5% 到 10% 同时被抛到市场上，那带来的绝不会是温和的价格调整，而可能是雪崩式的下跌，引发恐慌性的多杀多局面。今天你家挂牌1800万，隔壁邻居明天就敢挂1750万，市场秩序会瞬间混乱。高空屋率就像一颗埋在市场深处的定时炸弹，代表着隐藏的巨大的潜在卖压，现在只是还没人按下那个引爆的按钮。第5个征兆是爆表了的家庭负债。家庭负债的高低是衡量房地产市场系统风险的一个核心尺度，它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杠杆有多高。而杠杆这东西用在房地产上，就像一把双刃剑。回顾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，起因不就是次贷危机吗？问题关键不是房子不好，而是杠杆用得太过度，银行把贷款给了根本还不起钱的人。现在来看看台湾，台湾的家庭负债占 GDP 的比例，在2023到2024年已经突破 92%， 高居亚洲第一。这个比例不仅超过债务问题也备受关注的韩国，也远高于日本和中国大陆。可以说，在借钱这件事上，台湾社会走得非常激进，而这些家庭债务里超过80%都是房贷。再拿新青安贷款来说，一个年轻人可能只自备100万头期款，在政府政策鼓励下，银行借给他900万，他的杠杆比率高达1:9，意思是他用100万的本金去撬动1000万的资产。这种操作放在股市里就是高风险的融资融券。当整个市场充满了这种高杠杆的买家时，市场的根基就变得非常脆弱，
只要房价下跌 10%， 那个用100万买1000万房子的人，他的本金就全部亏光了。如果房价下跌 20%， 房子只值800万，但他还欠银行900万，这就成了负资产，房子卖了都不够还债。在美国2008年、香港1997年的案例里，当出现大量负资产时，很多人选择直接断供，把钥匙扔回给银行，自己离开。那么，那些用了新青安5年宽限期的年轻人，5年后发现利息变高，要开始还本金了，而房价不涨反跌，他们会怎么做？他们是会咬牙硬撑，还是会成为第一批抛售逃命的人？其实，台湾的中央银行不是没看到风险，他们已经连续推了好几波选择性信用管制，比如限制买第二套房子的贷款，限制豪宅贷款和公司法人购房贷款。但是，新青安政策这个后门一开，前面那些管制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。政府一边想踩刹车抑制房价，一边却又猛踩油门刺激购房，普通老百姓就成了这种矛盾政策下的承受者。家庭负债冲到历史新高，表明整个社会已经把巨大的赌注压在了房地产上。我们几乎没有了回旋余地，把未来20-30年的收入都提前抵押给了银行，赌的就是房价永远涨这个单一信念。最后的6个征兆是利率环境和政策的根本性反转，这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过去20年，台湾房价能一路走高，原因很多，但最底层、最核心的推动力就是长期处于超低利率的环境。当钱存在银行只有 0.8% 到 1% 的利息时，把钱拿出来做任何其他收益稍高的投资，比如买房，都显得很划算。低利率鼓励大家借钱、加杠杆，惩罚老老实实储蓄的人，导致海量资金涌入房市。过去10几年，台湾央行一直把稳定放在第一位，努力维持低利率，但这个局面现在已经被打破了。打破它的力量叫做通货膨胀。从美国一路高涨的 CPI 到台湾调涨的电价，这几年万物齐涨的感受大家都很深刻。电价上涨不单单是民生问题，更是金融问题，因为电是所有生产成本的基础，电价一涨，几乎所有东西都会跟着涨。当通膨这头巨兽被放出来，全球的中央银行，包括美联储和台湾央行，都只剩下一个主要的应对工具：升息，提高利率。升息对于高房价来说是致命的3杀。第一杀是购买力，利率每升 1%，2000万的房贷1年就要多付20万利息，相当于每月可支配收入减少，能负担得起同样房价的人自然就变少了。第二杀是投资吸引力，我们前面算过租金回报率才 2%， 当银行无风险的定存利率从 1% 升到 3%、4%， 买房收租的吸引力就瞬间消失，理性的资金会撤离房市，转投更安全的债券或定存。第三杀也是最致命的，是猎杀高杠杆玩家，那些用新青安宽限期、贷款成数很高的人，原本假设利率会一直维持在低档，突然利率升到 3%、4%， 他们的资金成本暴增，前几年只还利息的甜蜜期瞬间变成无法承受的重担，他们很可能成为第一批被迫出售房产的人。或许你会觉得台湾央行不敢大力升息，因为升息会让企业倒闭、房市崩盘、经济衰退。这个想法只对了一半，央行确实不想升息。但当通膨压力和国际利差，尤其是和美金的利差大到一定程度时，它不得不升息。如果不跟进，新台币可能会大幅贬值，国际热钱会迅速外流，金融稳定的风险更大。台湾的货币政策很难完全独立于美国美联储之外，当美联储表态利率会更高、更久时，台湾央行只能选择跟随。事实上，央行已经悄悄升了几次息，虽然幅度不大，手法温和，但利率从下降周期转入上升周期的趋势已经确定了。过去20年助长房市的低利率顺风已经正式转为升息逆风。除了利率反转，政策的终极摊牌也给房市带来巨大压力。囤房税 2.0 正式上路，以及预售屋禁止换约转售等政策都不是玩假的。政府比任何人都清楚房市累积的风险有多大。新青安就像止痛药，暂时缓解了购屋的痛苦感，而囤房税则是化疗药，试图从根本上抑制囤房投机。政府一边给市场吃止痛药，让大家感觉还好，一边偷偷下化疗药，希望房市这个肿瘤能慢慢缩小。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泡沫很少会温和的缩小，更多是以破裂告终。
囤房税 2.0 大幅增加了持有多个房产的成本，升息又大幅提高了借钱持房的成本。对于那些手上握有3-4间空屋，靠着高杠杆赌上涨的投资客来说，现在恐怕每晚都难以安眠。综合以上，台湾房市泡沫的6大征兆已经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。第一，被新青安政策刺激出来的虚假成交量，背后是危险的价量背离和对未来需求的严重透支。第二，台北高达 15.6 倍，全国近10倍的房价收入比，让房子彻底脱离了普通上班族的负担能力，变成一种奢望。第三，低到只有 1% 到 2% 的租金回报率，连银行定存都不如，证明房子的投资价值早已被掏空，只剩下投机炒作。第四，惊人的高空屋率代表着超过100万户的潜在卖压，像一座巨大的炸药库悬在市场头顶。第五，家庭负债占 GDP 比例突破 92%， 冠绝亚洲，整个社会走在高杠杆的钢丝上，脆弱不堪。第六，持续20年的低利率顺风转为升息逆风，囤房税更是雪上加霜，对持有成本构成双重打击。当这6大征兆同时出现，我们真的还要盲目相信这次不一样吗？我在健康之道频道想给不同情况的朋友一些由衷的建议。如果你只有一间房子，是用来自住，并且符合家庭长期所需，那么房价的涨跌对你来说更多是纸面富贵，不必过于焦虑是否该卖出。但你一定要密切关注房贷利率的变化，做好财务规划，因为升息可能会直接增加你的每月还款压力。但是，如果你是最近几年用高杠杆进场买房的投资客，或者是用了新青安贷款，买了总价过高房子，打算在宽限期内转手赚一笔的年轻人，又或者是手上握着2间以上空屋，每月辛苦以待养贷的朋友，那么我必须郑重地提醒你，这场房地产的狂欢派对真的已经接近尾声了。房产中介不会告诉你这些，因为他们的收入靠成交，只有你相信房价永远涨，他们才能赚到佣金。银行也不会坦白说，因为你的房贷是他们的优质资产，他们需要你相信自己能还30年。建商更不会说实话，他们土地成本高昂，急需下一个买家来帮他们解套。而我作为一个与这些利益无关的内容创作者，在健康之道这个平台，只想把这些逆耳却真实的忠言说给你听。真正聪明的投资者总是在市场冷清时悄悄买入，在人群鼎沸时冷静卖出。看看现在新青安带来的人潮和抢购画面，你应该明白，现在正是人生最鼎沸的时刻，也是考虑卖出，寻找接盘者的最后时间窗口，因为还有被政策吸引来的最后一波购买力。但请一定记住，5年之后，当升息的效果完全显现，当囤房税的税单寄到你家，当新青安的宽限期集体结束，那时候你再想卖，很可能已经来不及了。你会发现所有人都在夺门而逃，而你很可能成为那个没能跑掉的人。不要心存侥幸，不要让自己成为泡沫破裂时的牺牲者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保持清醒，做出对自己和家庭最负责任的判断，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。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告诉我你的想法。你认同我对房市泡沫的这6大分析吗？你身边有没有类似为房所困的故事？或者你对台湾房市的未来有什么自己的观察？期待在留言区与你交流。